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拆解的这一叠资料，主题真的超级迷人。就是在量子的那个微小尺度上啊，时间的能量代价到底是什么？没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搞懂牛津大学的一项新研究，他发现了一款量子时钟里好像藏着一个巨大到不可思议的能量黑洞。对，而且这个发现的核心其实是围绕着一个该怎么说，一个非常反直觉的悖论。没错，这个悖论真的很有趣。你想想看你打造出一部引擎运转起来，完美无声，丝滑流畅，几乎没有任何摩擦。结果你只是为了要点亮仪表板上面一颗小小的已启动的指示灯，你却得在旁边接上一台那个轰隆作响、疯狂吃油的巨型发电机。这也太荒谬了。对啊，不是很荒谬吗？但量子时钟的状况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这种荒谬感，我觉得恰好就碰触到了量子物理学最让人困惑也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当我们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到底对它做了什么？好的，那我们就来一步一步拆解这个问题。首先，这个量子时钟它到底是怎么做的？根据牛津的资料，他们用了一个叫做双量子点的装置。对，你可以想象成在奈米尺度下有两个靠得非常非常近的小房间，然后只有一个电子。一个而已。对，像个超级过动儿一样，在这两个小房间之间疯狂来回跳。每当这个电子成功的从一边跳到另一边，就等于时钟滴答了一下。而这个装置最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只要你不要去打扰它，这个电子跳来跳去的过程本身几乎是零耗能的。它在一个封闭的量子世界里运作得非常优雅。这就让我想起你提供的 Reddit 资料，里面有网友提到说，理想的量子计算过程应该是可逆的。对，可逆的。所以理论上不产生熵，也就不耗能。但这听起来太美好了，现实中一定有什么陷阱吧？你问到重点了。这个理想状态的确存在，但它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前提。什么前提？就是它必须存在于一个完全封闭、不受观测的系统里面。而那个陷阱就出现在我们忍不住想去看它结果的那一刻。所以问题根本不在时钟本身，而是我们想去读时间的这个动作。正是，在纯粹的量子世界里，一切都很完美。根据《明日科学》那篇文章的说法，物理学家会用一种叫做冯纽曼熵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状态。冯纽曼熵？对，你可以简单把熵理解成混乱的程度啦。在理想情况下，这个时钟内部的冯纽曼熵是维持不变的，代表它内部非常稳定有序，能量耗散极低。接下来就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了。如果时钟自己玩得很开心，几乎不耗能，那前面说的那个巨型发电机等级的庞大能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就是你刚刚说的，来自测量。测量？没错，为了知道那个电子到底跳了没有，研究人员必须用仪器去读取它。他们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侦测跳跃时产生的微弱电流，另一种是用无线电波去感应。但不管哪一种，本质都是一样的。这里的测量听起来不像我们拿尺量桌子那么简单耶。完全不是，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是从量子到古典的转变。从量子到古典？对，在你提供的那个学位论文里就深入谈到这点。在量子世界，那个电子是处于一种既跳了又没跳的模糊叠加态。当你一测量，你就等于是拿着枪指着它说，别废话，给我一个确定的答案，你到底跳了还是没跳？也就是说，我逼他从充满无限可能性的量子状态中崩塌到一个我们能理解的非黑即白的古典结果。这个逼迫的过程就需要一个实体的测量设备，论文称之为记忆体，来把这个跳了或没跳的结果记录下来。然后能量的消耗就在这里引爆了。Eureka Alert 的报道给出了一个吓死人的数字。是多少？测量过程所产生的熵，也就是能量耗散，比时钟本身运转产生的熵了要高出整整10亿倍。10亿倍？
等一下，这数字太夸张了，这完全颠覆了过去物理学界认为测量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的假设。对，我们完美的引擎，结果它的仪表板耗能是引擎本身的10亿倍。没错。要理解这个惊人的差距，我们就得谈谈第二种熵。还有第二种，对，刚刚说系统内部稳定用的是冯纽曼熵，但是当我们去测量，我们就介入了，我们得到了资讯，而这个新资讯的不确定性或混乱程度，是用另一种叫做下农熵来描述的。OK， 所以一个是系统内部的乱度，另一个是我们从外部观测得到的资讯的乱度。说得很好，你可以这样想，那个量子时钟自己关在房间里，岁月静好，冯纽曼熵几乎不变。但你每次用力踹开门去看一眼，也就是测量，都会给整个情况带来巨大的骚动和不确定性，下农熵就暴增了。你不只得到了跳了没这个资讯，你也同时制造了大量的热和混乱。我好像有点懂了。所以能量不只是用来读取资讯的。没错，那篇学位论文还点出一个更关键的耗能点。还有，每一次你穿门完看之后，为了能进行下一次的观测，你还得花费更多力气把门关好，把房间恢复原状。这个重置测量仪器的动作是一个主要的热力学成本。还要清除旧的记录。对，你得不断的清除旧的测量记录，才能为新的记录腾出空间嘛。所以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这个发现听起来已经不只是一个量子时钟的技术细节了。它的意涵非常深远。第一个冲击就直接打在我们对时间这个概念最根本的理解上。怎么说？ Eric Allern 的报道里有个观点非常深刻，是观测这个行为本身赋予了时间一个前进的箭头。观测赋予了时间方向。哇，这听起来很玄呢，这要怎么理解？你想一想哦，那个电子在两个量子点之间跳来跳去，这个过程本身是可逆的。可逆的，就像一部电影，你可以正着播，也可以倒带。在纯粹的量子层级，过去和未来没有绝对的界限。但是，当我们去测量它，记录下一次滴答，这个行为耗散了巨大的能量，产生大量的熵。整个过程瞬间就变得不可逆了。不可逆，你不可能把那些散失到环境中的热量全部回收，然后取消你的测量。电影一旦播放出去，就不能再倒带了。天哪！所以是我们去看时间的这个动作，才让时间只能往前走，不能倒退。我们的观测行为就像是在时间的河流里设置了一个又一个只能单向通过的闸门。这就触及了物理学最宏大的谜团之一——时间之箭。时间之箭。对，我们都知道整个宇宙的熵是不断增加的，这被认为是时间只能朝一个方向流逝的原因。而纽金这项研究，等于是在最微观的层级上展现了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它暗示了，正是我们与量子世界的每一次互动，也就是每一次测量，在最根本的层面上驱动了时间的单向流逝。研究的共同作者 Florian Mayer 有句话，我看资料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是测量的行为，而不仅仅是时钟的滴答本身，赋予了时间前进的方向。这句话现在听起来那个分量完全不一样了。这句话总结得太好了，他把能量、资讯和时间这三个物理学最核心的概念漂亮地绑在了一起。那从比较实际的应用层面来看呢，这对我们未来的量子科技，比方说量子电脑，有什么启示？启示非常大。另一位共同作者 Vivek Wadia 就指出，未来量子技术的发展，不管是超灵敏感测器还是量子电脑，大家努力的方向可能都搞错了。过去科学家们都想着怎么把那个量子组件，也就是那个优雅的钟表装置做得更完美。但研究发现那个部分已经近乎完美了，耗能极低，再改进的空间也不大了。对，真正的瓶颈，真正的能量黑洞在于测量这个环节。所以未来创新的方向应该是去思考，我们如何能用更低的能量代价，更温柔地从量子世界中读取我们需要的资讯。这才是量子技术能否普及的关键。
这也让我们能回头看你提供的 Reddit 上那些网友关于量子电脑耗能的讨论。没错，是的，冷却系统的耗能是个巨大的工程问题，这是事实。但纽金这项研究揭示了一种更内在、更根本的能量成本，也就是从量子位元中提取资讯的热力学代价。这个成本过去在估算总能耗时常常被忽略了。现在看来，就算我们未来发明了室温超导体，解决了冷却问题，这个读取资讯的能量成本依然会是个巨大的挑战。好的，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深入研究的这些资料，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事实：运行一个量子时钟最昂贵的部分，根本不是让它滴答运转，而是我们去听或看它滴答声的这个动作。而这个读取的行为，这个从模糊的量子世界提取一个确定资讯的过程，不仅消耗了不成比例的巨大能量，更重要的是，它透过让整个过程变得不可逆，从最根本的层面上定义了我们所体验到的只能前进无法后退的时间。最后，按照惯例，留给你一个问题慢慢思考。如果说是测量这个行为才让时间变得不可逆，那对于宇宙中那些浩瀚无言、从未被任何东西测量过的角落，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某个从未被观测的量子深处，时间的流动方式会不会和我们这里完全不同？甚至在那里，时间流动这个概念会不会根本就不存在呢？这个想法把宇宙最宏大的谜团和我们每一次最微不足道的观测行为紧紧地绑在了一起。